今天这个故事要从2001年2月的某一天开始说起。Mike Lane 是一名职业的扑克玩家，他最近刚赢了一个扑克锦标赛，获得了33万美元的奖金。可惜 Mike 的性格就是手里留不住钱。这天他喝得烂醉，手里拿着一捆2万美元的现金，来到 Bellagio 赌场的一个80、160美元的有限德州扑克牌桌上。他醉醺醺地坐上了赌桌上的空位，在准备拿现金换筹码的时候，看到5号位有一个中年的陌生面孔，就问他可不可以用手里的现金买他一盒2000美元的筹码。陌生人随手就推给他一盒。这时候麦克的赌瘾来了，突然问他要不要投硬币来赌这一盒筹码。陌生人本来就感觉这桌上人打得不够刺激，马上就说行。麦克随手给他一个硬币，让他选正反投币。陌生人说他要正面，然后就抛出去了。结果硬币落在正面上，麦克随手就把手里的一捆现金取出2000抛给了陌生人。他又感觉不过瘾，就问要不要继续。陌生人也同意了。就这样连抛了4次，陌生人全赢，合计8000美元。这时候桌上的其他玩家不乐意了，说我们是来这里打牌，不是看你们抛硬币的，你们要玩自己玩去。麦克听后吵着说最后一次，这次赌8000，2倍或者啥也没有，怎么样？陌生人说 OK， 然后就抛了起来。这次他抛的比较高，硬币碰到了天花板，弹落到了隔壁桌的地下，他马上就过去捡。此时此刻麦克醉得神志不清，本来这次硬币落在邻桌的地下应该算是无效的，但是他迷迷糊糊的还来不及说话，刚要伸手示意叫停，陌生人已经捡起硬币说是背面，你赢了。说着把硬币和之前从麦克手里赢的8000块钱一起推给了麦克。麦克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这一切已经结束了。没有人看到硬币到底是落在正面还是反面。桌上的吃瓜群众对此也是津津乐道，大家接着打起牌来。第二天麦克神志清醒后又见到了那个陌生人，两人互相认识了一下。麦克表示很喜欢他，并愿意在拉斯维加斯帮助朋友，要是在赌城里想借钱的话随时可以找他，借1万美元没有问题。两人道别后，陌生人又来到了扑克的牌桌上。这个陌生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Andy Bill。 Andy 是来自达拉斯的一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，从小就很有经济头脑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收购坏掉的电视机，然后修好了卖。大学的时候辍学，搞翻修公寓转卖的生意。后来创办了自己的银行。他在2021年资产是80多亿美元，当时少算也有40亿。只是他为人很低调，从来不做任何访问，以至于当时赌场里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他这次来拉斯维加斯玩扑克也只是一时兴起。当天安迪在80、160的牌桌上玩了不久就感觉无聊了，接着就换到了400、800的牌桌上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些都是有限德州扑克。在2003年之前，有限德州扑克才是人们最喜欢玩的游戏。安迪至始至终只玩有限德州扑克。到晚些的时候，牌桌上只剩下3个人。安迪发现人少的时候玩牌更有意思，因为少人桌逼迫大家什么手牌都玩，所以不需要干等牌。这个时候 Todd Branson 发现了安迪这条大鱼，便坐下来了。Todd 是扑克教父 Doyle Branson 的儿子，也是一名职业玩家。可能是因为新手的赌运特别好，安迪当晚赢的最多。他还跟 Todd 说他想玩更大的局。Todd 当然同意，安迪却说我的意思是说我要玩大很多的局，比如1万2万。当时 Todd 以为安迪就是赢了在那吹牛，也没当回事儿。结果第二天 Todd 发现安迪他们已经在玩1000、2000的局了，风声传得很快。过了一天，全城的高级玩家都排队想上安迪的牌桌上跟他玩，有人甚至从别的城市赶过来。桌上当时都是最顶尖的玩家。面对这些高玩，安迪一点也不慌，恰好相反，他不断的要求提高赌注，从1000、2000的局接二连三跳到了4000、8000。安迪发现在高额的压力下，职业玩家们变得过度谨慎，不敢施展。那一天他从一桌顶尖的职业玩家里赢了10万多美元。次日回达拉斯的路上，安迪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打扑克的天赋。他开始对扑克产生了兴趣。扑克的盈利虽然不及他银行收入的9牛1毛，但是他喜欢在牌桌上战胜高玩的那种感觉。他买了一些扑克的书，开始学习起来。看了几本书之后，安迪回顾了这次赌桌上的经历。他发现了一个细节，那就是这些玩家擅长怎样用有效的战术击败对手，和在心理上揣摩对手的想法。
但是会在一些数学的判断底时赔率的方面犯错误。很多人在计算赔率方面并不是很精确，作为业余数学家的他可以把这点当突破口。安迪的数学造诣不浅，他从费马定理的延伸制定了一条数学的理论猜想，后来还提供100万美元的奖金给能够证明这个猜想的人。回顾之后，安迪感觉这些职业玩家好像是自己人之间不怎么狠打，都是针对他一个人，所以他决定以后再玩就要单挑。2001年3月份，安迪又回来了。这一次，安迪提议要玩单挑，并且他要玩更大的局，提议玩1万2万。当时 Doyle Brunson 跟他说，我们最大的局也就3000、6000，没人玩得起这么大的局。不过我们研究一下，明天给你答复。当晚，这些顶尖职业玩家们就聚在一起研究怎么把安迪这条肥鱼给剁了。虽然赌注很大，但是他是一个扑克新手，所以机不可失。他们决定把赌资都集合起来，然后轮流跟安迪单挑。扑克玩家的联盟就此诞生。双方谈好条件之后，对战正式开始。1万2万美元的等级，联盟推选了如今已故的优秀玩家 Chip Reeves 打头阵。就在这同一天，从加州开往拉斯维加斯的一名扑克玩家 Ted Forrest 听说 Bellagio 赌场有1万2万美元的赌局，正在火速赶往。到了，二话没说，直接把全部流动资产50万美元拿出来了，就坐在了这两人中间。本来两个人是单挑，结果半路杀出来一个 Ted， 两个人也没什么反应，就顺其自然。Ted 也没注意到其他的职业玩家对他是嗤之以鼻。最后这一天，结果是 Ted 赢了135万 ，Chip 基本没有赢 ，Andy 一个人输。Ted 虽然是大获全胜，但是也不是没有风险。其实他刚一坐下，不到半个小时就输了40万，但是好在他最后有惊无险。联盟玩家们很不爽 ，Ted 赢了这么多。在他们眼里，本来是应该他们团队的 Chip Reeves 赢这些钱，不过他们倒也佩服 Ted 这种拿自己家当去搏的勇气。当晚，联盟的首领 Doyle Brunson 给 Ted 打个电话，邀请他入伙，大家一起捞钱嘛。Ted 从此加入。一天之后 ，Andy 又要玩更大，把额度提高到2万4万，然后继续找 Ted 单挑。Ted 又赢了200万，不过这次他是代表联盟，所以赢的钱只有一部分算他自己的。接下来几天，安迪连续对抗了 Jennifer Harman、Todd Brunson、Howard Lederer， 结果不出所料，安迪输给了他们所有人。最后合计，安迪这一趟旅行输了几百万美元。这个结果并没有打压安迪对扑克的兴趣。2001年3月对战之后，安迪在家里用电脑制作了一个简单的程序来计算各种牌的胜算。他的软件会帮他计算这些问题，比如手里最低拿什么牌能有1半以上的几率赢。手里最低拿什么非对子非同花的牌有1半以上的几率能赢。我们普通人都是用别人制作出来的软件来分析战术，你看人家亿万富翁早在20年前就自己做软件来分析战术，这个确实是不服不行啊。在这可以看出来他是真的想赢，而不是随便玩玩。安迪为什么对扑克这么执着呢？他应该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想挑战这个领域，把这些顶尖高手打败了之后，就相当于把一个整个行业打败了。其实就在这场扑克大战之前，安迪曾经自己创立过航天公司，准备制造运载火箭，只是后来由于自己的资金没有美国政府的 NASA 雄厚，所以就退出了。他可能不像后来的 Elon Musk 特别会借钱，创立了 SpaceX。 从这个背景可以看出来，安迪是一个喜欢挑战多个行业的人。如果可以靠业余兴趣征服一个行业，不也是一件壮举吗？通过电脑的辅助学习，安迪的实力又提高了不少。他相信多数的职业玩家在数学上也未必有他抠的这么细。比如说在单挑里 ，K2 不同花有 52.6% 到 53.2% 的胜率，圈的高张非同花则不全能达到 50% 的胜率。比如圈2非同花的胜率只有 48.8% 到 49.4%。这些数据对单挑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，因为单挑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双方都没有好牌，这些数据会让他有更好的判断力。2001年12月份，安迪又回来了，这一次职业玩家感觉到了安迪的不同。Howard Lederer 打了头阵对抗安迪，虽然赢了一点，但是他感觉对方简直变了个人。几天下来，职业玩家们被安迪轮流收拾了一遍，包括 Ted Forrest、Todd Brunson、Jennifer Harman，还有乔江等几个重量级选手。联盟怎么也想不到他们会屡屡败给这个外行人。
大家忙着筹集资金，然后选谁来当安迪最后的对手。安迪也没有手软，还在敦促联盟要提升赌注，玩1万2万以上的局。这1个多礼拜，安迪从联盟手里赢了500多万美元，这可是2001年，那个时候美元很值钱，相当于现在将近800万。在安迪要回家之前 ，Doyle Brunson 推荐了最后一个人选 Howard Leder 作为挑战者。当时联盟只剩下140万的美元现金，但是在 Howard Leder 到达之前，安迪已经找上了 Ted 挑战，并且 Ted 也接受了，不仅接受了，而且也同意了安迪要提升赌注到2万4万。这个要求是联盟一直反对的，但是 Ted 就是这么任性，他可能感觉什么事都让自己方占便宜，那以后谁还跟你玩？两人就这么开始了。Ted 知道自己跟安迪打牌都很凶猛，但是联盟现在的家底儿根本就撑不住跟安迪正面对刚，所以他决定改变战术，打得比较被动起来。安迪的攻势很强，那就让他赢一些小的底池，而他则是要抓住机会赢少量的大底池。有了这个战术，再加上安迪已经连续打了1个多礼拜，作为业余的玩家，不知道打牌久了思绪会变得很混乱。最后 Ted 居然赢了340万。接着 Howard Leder 上场打车轮战，继续和疲惫的安迪玩，又赢了200万。这么一看有点不公平，但这个挑战也没有裁判呢。安迪把之前赢的钱在最后一天全输回去了。这个溃败给安迪带来了不小的打击，虽然这金额对他来说倒也不算什么，但是精神上打了1个多礼拜战胜联盟的胜利，本来是他自己努力钻研最好的反馈，但是到最后一天功亏一篑，让他非常失望。当天安迪就低沉地跟 Chip Reese 说自己以后再也不想打牌了，然后还说以后你们也不用找我了，我也不想被诱惑，而且我很忙。 Chip 表示非常理解，他当时是发自内心的再也不想碰扑克了。这个成功的银行家真的就这么容易放弃了吗？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请看下一期。